10种飞机上突发状况的自救常识。你以为听乘务员的就行，实则关键时刻你得自己反应。第一种黄金30秒决定生死。在真正的空难中，混乱、恐惧和浓烟会在瞬间剥夺你的思考能力，而飞机失事后的黄金90秒逃生窗口，根本没有时间让你去等指令。本期世界探索站为你独家揭秘10种飞机上突发状况的自救常识，来一场万米高空的求生演习。Help！ 第10名，水上迫降的充气时机。听到要水上迫降，立刻就在座位上把救生衣充满气，这是个致命误区，绝对不要在机舱内充气。飞机一旦迫降成功，水很可能会涌入机舱。如果你提前充满了气，巨大的浮力会把你死死地顶在机舱的天花板上，让你无法潜水游向出口，最终被困在水下的飞机里。正确的做法是穿好救生衣，拿好它，跑到舱门口，跳进水里后再拉动充气阀。第9名，高空施压时的吸氧顺序。很多大人旁边坐着孩子，第一反应是先给孩子戴上氧气面罩，这是好心办坏事的典范。在高空施压的缺氧环境下，你可能只有15到30秒的有效清醒时间。如果你先给孩子戴，可能你还没戴好，自己就先晕厥了，结果是你和孩子都没人救。飞机广播永远是对的，先戴好你自己的，再去帮助身边的人，这是最理性也是最能救2个人的方法。第8名，选择最安全的座位。网上流传飞机头部的座位最安全，其实根本不存在绝对安全的座位。每一次空难的撞击角度、解体方式都完全不同，有时是机头着地，有时是机尾，有时是机腹。真正最安全的座位，永远是离安全出口最近的那排。数据显示，坐在出口前后5排以内的乘客生还几率最高，所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量选择靠近机翼紧急出口的座位。第7名，鞋子的选择。为了时尚，穿高跟鞋、拖鞋、凉鞋坐飞机，这是逃生的大忌。在紧急疏散时，它会刺破充气滑梯，空乘会要求你脱掉，让你赤脚跑。在满是金属碎片、燃油的地面上奔跑，你的双脚会被严重割伤，根本跑不远。坐飞机，特别是长途飞行，请务必穿一双结实的、舒适的、易于奔跑的运动鞋或平底鞋。第6名，魔鬼11分钟法则。很多人以为飞机在空中最危险，根据统计数据显示，80%的空难发生在起飞后的3分钟和降落前的8分钟。在这总共11分钟的魔鬼时间里，请不要睡觉，不要听音乐，不要脱鞋，保持绝对的清醒和警惕，观察窗外引擎的声音和状态，确认你离最近的安全出口有多远。这11分钟的专注是你为自己买的最好保险。第5名，黄金防冲击姿势。很多人以为只是抱紧头就行，防冲击姿势的核心是让你全身的肌肉紧绷，并让你的头部有一个缓冲。正确的做法是身体前倾，头部尽量贴紧前排座椅的靠背，双手交叉，紧紧抱住头部后方。如果空间不够，就弯腰，把头埋在双膝之间。这样做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头部和颈椎在剧烈冲击下的挥鞭效应。保持清醒是你逃生的前提。第4名，数排数，你的盲人导航。很多人一坐下就开始玩手机，请立刻抬头，找到离你最近的前后2个安全出口，亲自用脚步或手数一遍，你的座位离出口隔了几排座椅。为什么？因为真正的空难现场很可能是断电、充满浓烟的，你根本看不见出口。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肌肉记忆，弯腰用手摸着座椅靠背，心里默数1、2、3、4，数到记住的那个数字，出口就在你旁边。第3名，烟雾中的贴地飞行。很多人慌不择路，站起来往前冲。飞机火灾产生的浓烟是剧毒且高温的，会迅速向上飘。在浓烟中，最新鲜、最凉爽的空气永远在机舱地板附近。如果机舱充满浓烟，立刻俯身、弯腰，甚至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或衣物捂住口鼻，同时用手去摸座椅的扶手，跟着座椅排去寻找你在登机时就默数好的那个出口。第2名，90秒逃生黄金窗口。飞机成功迫降后就安全了吗？根据航空安全规定，所有飞机的设计必须保证在1半出口可用的情况下，90秒内能疏散全部乘客，因为90秒后飞机很可能因为燃油泄漏而起火爆炸。记住别拿行李，你的 LV 包没有你的命值钱。拿行李不仅会堵塞通道，耽误自己，更是在谋杀你身后的乘客。第1名，高空施压时的30秒生死时速。飞机在万米高空飞行时，机舱是加压的，一旦机身破裂，瞬间失压，你将面临2大杀手：极度缺氧，万米高空的氧气含量只有地面的1/3不到；极度低温，
舱外温度是零下50多度。在这个环境下，一个普通人从失压发生到彻底失去意识，大概只有15到30秒的时间。如果你在这30秒内还在犹豫、在惊慌、在找手机、在想这是怎么回事，那么你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唯一的保命动作是，当氧气面罩掉下来的那一刻，想都不要想，立刻抓住，戴上，先罩住口鼻，然后拉，用力拉一下绳子，这个动作才能启动供氧。做完这3个动作，你才拥有了思考和救别人的资格。好了，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能为你和你家人的每一次飞行加上一道安全的护栏，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并分享给所有你关心的经常出行的亲人和朋友。感谢您的观看，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